如果你是交易货币对这种外汇品种的话，我建议你避开凌晨0点的这个交易时段，因为就我个人体验来说，我测试过很多的交易策略啊，如果我避开在0点去开仓，那么策略的绩效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提升。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凌晨不交易，因为凌晨点差会急剧扩张的这种说法，包括我在前面视频也分享过类似的这样的一张图，我说我个人会避免我的量化策略去在凌晨去开仓，原因呢也确实众所周知的，因为凌晨的流动性会降低，点差会急剧的扩张。那么我今天呢就是去具象化的去把它这个扩张的程度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知道在凌晨交易会导致我们的交易成本急剧增加，但是增加的这个程度有多少呢？可能很多人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还有就是这种情况在黄金或者股指上是否存在，是不是只存在在这个货币对上，这些都是我接下来要探究的点。这个文件是我提供给我们内部课程学员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范例，它是我写的一个小工具，去记录了我们使用的平台的各个品种的一个点差情况。它会每隔10秒钟会记录一次所有交易品种的一个点差。这个文件上面应该是15秒，差不多。每隔15秒记录一次所有交易品种的点差，然后记录1周。这里的时间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话，它是之前的，我这里只是举例说明，我就是想到了然后就去做这个视频，所以没有说我再去花1周的时间去准备这个点差的数据。但是这个情况是一直存在的，不是说它只存在我记录的这1周才有这个点差扩张的情况，也不是说它只在我用的这个平台上存在这种情况，是几乎所有的平台都有这么一个状况。那么我们把这个点差文件用 Python 代码简单做一下处理，我们把时间按照每10分钟分成一组，然后统计这1周中的这10分钟这个品种的平均点差是多少。我并没有统计全部的品种，我是挑选了直盘货币对就挑选了欧美、美日、纽美、澳美、美加、磅美，还有交叉货币对就挑选了磅日、澳加、澳纽、磅瑞之类的。期货商品呢，我是选的黄金、白银、比特币这些。股指的话，我就以日经还有标普500、China 50举例。统计的结果，我把它们保存为一个柱状体的一个图片，这样展示起来的话会比较直观。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首先是欧美它作为这个交易量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交易品种，它在平时的点差上确实很低在这个 IC Markets 上来看，平时的点差很多的时候都是处于0的。这个我们在 MT5 上的这个交易品种里面来看的话，确实也是如此的很多时候它这个交易品种都是0但是一旦接近这个0点的时候，这些点差就会急剧的扩张，比平时肯定是扩张了不少平时都是0这个图片的 X 轴代表的是时间，就是横轴代表的是时间。这里我们是每间隔10分钟作为一个时间点，越靠近左边的话就是我们的0点，靠近最右边的话就是我们的23点。Y 轴呢，也就是竖轴的话，它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真实点差。我这里是用的小点来表示的，像我们平时交流说的这个点就是大点，大点的话就是等于这个小点除以10比如这里的60就代表的是这个时间点它的点差是6个大点。对于欧美来说，就是平时作为点差都是0的选手来说在0点它的点差会急剧的扩张到接近65，也就是6个大点多对于交易成本来说，就是增加了6倍的交易成本。这一个柱就这么一个柱，它是10分钟，这里有1、2、3、4、6个柱，也就代表的是60分钟1个小时。也就是说，欧美它在0点的整个的这个小时段来看，它的点差成本都是急剧扩张的，扩张到平时的6倍。一旦过了0点，比如说这里来到了1点的时候，这个点差成本一下子就降低了，而且还是挺明显的。我们看每日也是同样的1、2、3、4、5、6，平时它都没有超过5个小点但是凌晨的时候0点的时候，它会来到最高的都来到了75个小点了然后纽美、澳美还有美加都是一样的一旦过了0点，它这个点差成本就急剧的降低了，也不是降低就是变得正常了。这些直盘货币对其实还好，
交叉盘才更加明显啊。你像这个傍日，它凌晨的时候，这就快接近20个大点了，还有这个澳纽，这也很明显，都快接近25个大点了。傍瑞这都30了，因为这个交叉货币对啊，它比直盘的话确实参与人数要少一点啊，流动性的话稍微低一些，所以它这个点差扩张的这个情况啊，这种戏剧性啊就会更加的明显。我们再看一下黄金啊，黄金的话，我觉得其实还算正常，因为它凌晨的时候，点差也有扩张，但是比起平时来说，也没有到很夸张的地步。包括这个白银也是一样的啊。比特币的话，它这个情况稍微有些杂乱，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啊，它在接近0点的时候，包括这个23点的时候，它这个点差确实要比平时高出了差不多1倍啊。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啊，不是很明显。接下来就是这几个股指啊，日经的、标普500的，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 China 50的。其实股指上来看啊，这种情况要好的很多了，基本上你是看不出这种点差扩张到很夸张的情况的。也就是说，凌晨点差扩张的这种情况，在外汇的货币对上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这种交叉盘。但是在这个商品包括股指上，这种情况就会好很多。我个人觉得，这些其实就不用太担心啊，说是要刻意的去避免这个交易时段，主要就是货币对啊，货币对要避免一下，不然你想一想，你这个0点的时候，你要付出的成本是你平时做单的成本的10几倍、20几倍。就根据我量化过的这么多的策略来说啊，你如果去避免凌晨做交易，或多或少都会让你的交易策略的绩效有一些提升。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了。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